8岁女孩目睹所有亲人被杀之后，她被迫和凶手生活在一起。今天要讲的这起案件发生在美国的爱达荷州，这是监控拍下的画面。注意视频中穿蓝色衣服的女孩，在路人看来，两人是一对再普通不过的父女。爸爸带着女儿经过加油站，并且给她买了一杯饮料。但注意看女孩的姿势，她双臂交叉，与男子保持着距离，并且避免和他有目光接触。其实这段录像背后隐藏着一桩可怕的案件。时间回到2005年，8岁的莎斯塔和他的家人生活在美国的爱达荷州。家中有他的2个哥哥迪伦和斯莱德，还有他的母亲布伦达和他母亲的男友马克。莎斯塔的父母在他2岁的时候就离婚了，虽然他们的生活并不宽裕，但是他们一家人关系亲密，生活得非常开心。莎斯塔和他9岁的哥哥迪伦几乎形影不离，他们经常和家人一起露营、钓鱼，一起出去玩。2005年5月16日早上6点，莎斯塔正在自己的房里睡觉，突然他的妈妈跑来叫他起床。母亲告诉莎斯塔，家里闯入了一个男人。莎斯塔试图了解发生了什么，他跟着妈妈走进了客厅，然后看到了一个拿着猎枪的男人。起初莎斯塔以为他是一名警察，男人让他们面朝下趴在地上，并用拉链和胶带将他们的双手捆绑在一起。这时莎斯塔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继父马克对男人说，我们没有钱。话音刚落，就传来了爆炸声。男人发狂一样的大声尖叫，并开始一一殴打马克、布伦达和斯莱德，他用锤子攻击着他们。紧接着他又把目标转向了2个最小的孩子，8岁的莎斯塔和9岁的迪伦。他把2人带到后院，让他们待在一棵树下。2个孩子并不知道男人会对他们做什么，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他们和其他家人分开。突然他们的哥哥斯莱德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家门，他受了很严重的伤，但却拼命地试图逃跑。男人追了上去，开始疯狂地攻击斯莱德。当男人停手时，斯莱德已经奄奄一息。男人把2个孩子放进了车里，他们只能恐惧地看着男人开车带自己离开。他们不知道其他家人的命运，更不知道他们接下来将会经历什么。男人将车开出了100英里以外，他们到达了蒙大拿州的郊外洛洛森林里一个偏远的露营地。在那里，男人讲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He grabbed the hammer. He said, see this hammer? This is the hammer that I murdered your mom and your stepdad and your brother with. And he was like, they're not alive and you're never going to see them again. 时间来到第2天，一位邻居准备去拜访莎斯塔一家。当他来到门口时，发现了不对劲，他立即报了警。警察到达后，看到了血腥的现场，3个人全部惨死家中。13岁的斯莱德更是在临死前拼尽全力爬回了屋内。他的尸体被发现时，在他母亲的旁边。警方现在最担心的是2个失踪的孩子，他们在房子周围搜寻，迫切地想得到任何可以帮助他们找到孩子的线索。调查人员还询问了他们的其他家人和朋友，希望在案件发生时2个孩子不在家中，但遗憾的是，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在许多绑架儿童的案件中，通常绑架他们的都是家庭成员。警察找到莎斯塔和迪伦的生父史蒂夫，他承认几天前和前妻就孩子的监护权问题发生过争执。得知2个孩子失踪，他通过新闻呼吁绑架者放过自己的孩子。I'd like to address my children's abductors or abductor. Please release my children safely. They had nothing to do with any of this. 听上去史蒂夫似乎知道点什么，他的行为也成功地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警方对史蒂夫进行了测谎。当被问到孩子们的下落时，他的情绪出现了波动，没有通过测试。但他坚称自己一无所知。调查人员利用计算机取证，确定了谋杀案发生时史蒂夫正在家中。随即他的嫌疑被排除，寻找2个孩子的工作又回到了原点。2个孩子下落不明，一名杀手逍遥法外，恐惧蔓延在整个社区。警方发布了安珀警报，要求公众帮助寻找被绑架的儿童。居民们竭尽全力地提供帮助，成千上万条信息涌入，但它们没有任何意义。调查人员认为这可能不是一次随机的攻击，家里没有任何贵重物品被盗，凶手似乎在针对这个家庭。事实上，死者被殴打得非常严重，看起来像是一场激情犯罪。警方开始思考，谁会对这个家庭如此愤恨，想要对他们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莎斯塔和迪伦这边，他们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失去了3名至亲，
现在他们只剩下彼此，而且他们被困在凶手身边，没有人能看到或者听到他们的声音。男人甚至没有给他们时间为失去家人而悲伤，他在露营地附近的一间小屋虐待他们。男人乱砸东西，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迪伦身上。他虐待迪伦，让莎斯塔看着，如果莎斯塔哭泣，他就会加倍的虐待迪伦。一天晚上，男人的虐待开始升级，他开始和孩子们玩扭曲的心理游戏。他告诉孩子们，如果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他们就可以回家。他甚至让孩子们写信给家人，暗示他们也许能回家。Dear Dad, I miss you very much, and me and Dylan know what happened to Mom, Mark, and Slade, and we both feel very sorry for them, and we both miss you and Jesse and Vance, and we might see you guys again. 两个孩子认为他们的噩梦可能很快就会结束，但信件从未被寄出，这只是男人操控他们的一种残酷方式。警方还在拼命寻找线索，他们了解到谋杀案发生的一天前，他们家里举办了一场烧烤活动。调查人员在门上发现了一枚指纹，与参与聚会的一名男子相匹配，他就是罗伯特·卢特纳。这个人不但有犯罪记录，据说他还欠布伦达和马克的钱。调查人员试图和他交谈，但他们找不到罗伯特。更令人怀疑的是，他的假释官说，在谋杀案发生后不久，他就离开了城镇。但是在罗伯特联系他的假释官时，听说有警察想和他谈话，他立即就返回了城镇。警方审问了罗伯特几个小时，他否认与此事有关，并提出接受测谎仪的测试。警方在他身上没有任何发现，最终他被排除了嫌疑，而这条线索又再次走进了死胡同。回到孩子们这边，莎斯塔开始意识到男人并不打算放他们回去。他和迪伦相互依赖着对方，当他看到哥哥失去信心时，他不停鼓励着哥哥，让他保持坚强。 I said I promise that we're gonna make it out alive. That was my way of comforting my brother, just letting him know that like we would never stop fighting. 男人的虐待还远未结束，他开始强迫他们喝酒和吸毒。当他觉得孩子们头晕的时候，他会讲述之前对其他孩子的可怕行为。他并不知道这个8岁的女孩会记住他所说的一切，并最终用这些故事来打倒他。He very vividly and in detail described murders of 2 sisters from Seattle, Amija White and Carmen. He would tell us the way that he had done it, where he had placed their bodies. When he had started telling us about the murders, I was like, okay, well, I'm going to pretend like I'm drinking this. 莎斯塔了解到男人过去的罪行，他想出了一个计划。他知道男人对他有某种感觉，他决定利用这一点来对付男人。莎斯塔尽量表现得像朋友一样。I would ask questions about his life, ask him about his family, and could I meet them one day? It was a conscious thing, like I need to make him think that I love him or that I want to be here with him. 起初他的问题似乎有效，男人甚至对他们表现得友善了一些。但在1个月后，事情发生了悲剧的转变。男人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抓住一只松鼠，那么他们就能回家。也许是回家的希望太过迫切，在多番努力下，迪伦真的抓住了一只松鼠。完成挑战后，男人带着他们返回营地。孩子们以为是回去收拾行李，但其实这是男人的又一个谎言。回去的路上，男人突然向迪伦开了2枪，就当着莎斯塔的面。I had just given him a hug, and so I was holding his hand, and I heard a loud bang, and then I felt my brother's hand slip from mine. I couldn't even say anything, like I couldn't scream, I just didn't even know what to do. 此刻的莎斯塔失去了一切，他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另一个兄弟死在自己面前。接着，男人强迫莎斯塔帮他把迪伦的尸体移到防水布上，然后将其烧毁。迪伦和莎斯塔相互鼓励着彼此，但现在只剩下莎斯塔自己了。这个8岁的女孩将要独自面对眼前的恶魔。绑架发生了6周后，男人决定把莎斯塔转移到另一个营地，在山上一个较低的地方。当他被锁在帐篷里时，他甚至可以看到附近经过的人。莎斯塔拼命想逃跑，但男人不停威胁他。他知道，如果他试图引起别人的注意，男人真的会杀了他。一天晚上，即使莎斯塔执行了男人的所有命令，他还是决定要杀死莎斯塔。男人将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开始拉动。失去家人，经历近2个月的折磨，莎斯塔几乎要放弃了。但是求生的本能让他做出了最后的挣扎。I had worked up enough breath to say, please don't, Jet.
杰特是男人告诉孩子的名字，他只能利用男人对他的情感和依恋，说服男人放手，让他再活得久一点。即使男人试图杀死他，但他仍然继续建立他们的关系，希望能帮助自己活下去。时间来到2005年7月2日，这是绑架发生的7周后，男人逐渐向莎斯塔敞开心扉，莎斯塔也终于看到了回家的机会。He basically sat me down and asked if I would be his kid and I would stay with him, that I would call him dad. He's like, I want to take you to meet my mom. Would you meet her? And I had said yes. 他们正在一点点地靠近某个地区，周围可能会有人注意到他，但莎斯塔知道自己必须做更多的事情来确保自己在公共场合被人看到。And I said, can you take me to where I grew up? Like, I want to show you where I went to school. And I want to show you where my best friend lives. Like, I want to show you all these places that are important to me because you're important to me. And he was like, yeah, of course, I would love to. 莎斯塔让男人开车把他送回科达伦，他们甚至在便利店停了下来。莎斯塔祈祷着有人会注意到自己。后来警方的确接到了举报，但那是在他们离开便利店后，经理审查监控录像的时候认出了莎斯塔。他们重新回到车上，男人问他饿不饿，莎斯塔知道可能会有人在吃饭的地方看到自己，然后他们去了科达伦的丹尼餐厅。 As I was walking in, I noticed that my missing persons poster was right there. There was this guy standing outside and he was with his friends and he nodded his head and I nodded my head and he went up to the counter and made it kind of seem like he was conversating with one of the waitresses, and then I seen her look over at me. They were my only table at the time and I immediately recognized her. 服务员不知道和女孩在一起的男人是谁，也不知道男人会对女孩做什么，他不能冒险。在和经理商量后，他们决定报警。 I've got a little girl here with a tall gentleman, and she looks so much like this Shasta, and we're not sure. I don't know. 他告诉警察，此刻莎斯塔就在餐厅。莎斯塔知道他们认出了自己，但他仍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活着出去。大家都在等待警察的到来，但男人准备走了。如果他带着女孩走了，没人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餐厅的员工立即采取了行动。迪恩假装打印小票时遇到了问题，这样他就可以在座位上多待一会儿。餐厅里的其他人也都站好了位置，如果他想出去，他们就可以在门口阻止他。终于，警察赶到了，并询问莎斯塔的名字。女孩说出自己是谁后，警察立即将男子带走。莎斯塔终于松了口气。他告诉警察，和他在一起的男人就是杀害他全家并绑架他的人。他是24岁的约瑟夫·邓肯，一个3级性犯罪者。他在15岁时就有了第一次性犯罪记录，那是在2004年，他被指控猥亵了一名男孩。在交了15000美元保释金后，邓肯离开了小镇。他目前是一名逃犯。警方搜查了邓肯驾驶的那辆被盗汽车，他们在车上找到了一把猎枪和视频设备，里面有迪伦和莎斯塔被绑架期间的录像。莎斯塔终于安全了，但迪伦却不见踪影。邓肯陷入了沉默，警方无法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信息，他们必须转向小女孩。莎斯塔告诉了调查人员他哥哥的遭遇，接着说到他和迪伦在过去7周里难以想象的恐怖经历。莎斯塔坚强地讲述了他的故事，他甚至还透露了邓肯其他谋杀案的信息。邓肯最终承认了他的罪行，他告诉警察，他开车四处乱逛，并用 GPS 标记下有孩子的房屋。在经过莎斯塔家时，看到莎斯塔和迪伦在院子里玩耍。他在门口蹲守了好几天，为那晚的袭击做了准备。I remember him telling me that he was able to get the dog to come to him, and he gave her treats and stuff and befriended our pit bull so that when he did come into the house to do what he was going to do, there was not that type of issue to get in the way. 庭审的时候，陪审团必须观看邓肯本人录制的视频，视频中的残暴程度令人震惊。I think it's probably the single most disturbing piece of evidence, disturbing thing I've ever seen in my entire life. While the video is extremely disturbing, it is the absolute key piece of evidence prosecutors can use to send Joseph Duncan to death row. 2006年10月16日，约瑟夫·邓肯承认杀害了布伦达·马克·斯莱德3项1级谋杀罪和3项绑架罪，他被判处3项无期徒刑。后来他又承认了10项联邦指控，这些指控包括绑架、性侵迪伦和莎斯塔，以及杀害迪伦。邓肯被判处死刑，他被送往印第安纳州联邦监狱的死囚牢房，一直到2021年3月28日死于脑癌。